这栋楼啊，非常的破旧了，但是这个床却感觉像是刚刚才有人啊睡过的一样。有没有人？看一下，嘿，有人吗？竟然在这个碉楼里面啊，放上了棺材。那这会是谁的棺材呢？会不会是地主的棺材啊？地主的棺材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生。那现在外面啊，非常的堵车。那以前啊，我们有去探寻过一个特别危险，但是呢又很有特色的古代碉楼。我记得那个碉楼啊，它的里面呢还蛮高的，大概有6、7层左右吧。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？因为上一次我在里面啊还遇险了。当时我记得那个2楼的木板啊是松的，而且它那个阶梯呢都已经断掉了。而我在爬那个楼梯的时候啊，往下走的时候，返回的时候嘛，当时那个木板突然就手可以掌的那个地方呢，碰断了，然后我直接就从那个2楼呢掉落下去了。不过还好，我后面的那个背包啊，帮我垫了一下。听上去还是蛮危险的，算是死里逃生，命大福大的感觉了。命大福大，有一点那种有惊无险吧。不过那种古代的石头的碉楼啊，在过去呢，一般都是小型的那种防御的要塞，因为它还蛮坚固的嘛，里面有不少的那种暗道啊，而且每一层还有很多的那种机枪的窗口，所以非常方便于抵挡啊，像过去的那些土匪啊，或者说是那种地方的势力吧。那除了那种碉楼的建筑以外呢，在过去你有见过那种碉楼的房子吗？只在网上看到过一些，就是感觉都是非常高的样子。非常高啊，没错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探寻的，同样也是一个古代的碉楼，但是这一个碉楼啊，它非常独特的地方呢，它在于啊，并不是普通的那种碉楼，而它是一个地主的碉楼房子，那算是在过去啊，地主的豪宅了吧。那这里呢，它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啊，在网上能查询到的信息呢并不多，然后呢，在仅有的信息里面啊，好像又流传出一种比较邪门的说法，就说这个废弃的碉楼房子啊，在夜晚的时候，好像呢就能从屋内啊，好像发出那种像算盘一样的哒哒的声音吧。那确实有点邪门了，听上去挺奇怪的感觉。挺奇怪啊，有一点那种邪乎，或者说有点诡异的这种感觉。那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但是这些在过去啊有权有势的人呢，他们所住的房子究竟是怎样啊？又是这种碉楼房子，我还真是想去看一看。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啊，就要从这里开始。又是漫长的寻找，这个地主的碉楼房子啊，的确在网上能查询到的消息呢比较的少，连地图定位啊都很困难。连这周围啊是一些小路和农田吧，而这里就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。我们刚才啊边走边问，很多人好像都不知道这里，还有些啊乱指挥的，走了不少的绕路。后来呢，好不容易啊打听到了是这一个地方。哇哦！大家看，在这一栋老宅里面啊，我想最显眼的应该就是对面的这一栋碉楼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有点像一个堡垒，顶部还有那种瞭望塔。确实啊，那顶部有点像是一个瞭望塔。虽然它的外墙现在已经比较的斑驳了，但是从你看这些夯土啊，或者说是这种土砖来看的话，在过去啊，那这里一定是一个重要的防御的要塞，因为它身上的那些机枪，或者说是这个枪械的这种孔洞吧，依然是特别的清晰，说明在过去这里一定是这个地主的保险柜吧。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主的老宅了，进入这里啊，旁边就是一些老宅的建筑群吧，是一个2层高的建筑，而且我感觉好像在这个木板上面好像还依稀能看到一些文字。应该是天官赐福。天官赐福，哇，那说明看来过去啊，这个地主应该是有一些来头哦。
旁边这个石头非常的坚固，而周围呢又感觉像是夯土一样，木门都是锁上的。很有年代的老房子，上面的窗户都已经破洞了，锁上了。你这边也是，看来房间应该是蛮多的，都锁上的。这里也是。你这规模非常的大，但是周围全部都是废弃的建筑。这边应该是这个屋子的后院，你看旁边啊有很多的木材，小心脚下。你看这些木材啊，堆放了很长的时间了，底下都已经结了很大的支柱啊。而且我发现这个地上啊，竟然还有香烛。你过去还在这里烧过香烛吗？这边也是，哇，腐朽的木材，看来很长时间啊没有使用了。这还有石槽，我估计以前在这里面啊，应该是圈养的那种家禽吧。那这个小木门。这里面比较窄，稍等一下。在这里有一扇门，是蓝色的。有人吗？开了。哇，一进来就是一个伙房，你看，3口灶台，看来过去这里的人啊应该不少。上面的空间也是蛮高的，不过很多地方都已经破洞了。这里面是一个洗手台吧，里面还有一个挺大的缸。地上有很多稻草。这里有一个朱红色的柜子，现在应该很少能看到啊。你帮我开一下，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空的。空的。木柜，底下是个碗。你这里有一个阶梯啊，可以通到上面的阁楼还是2楼？哇，这个像是一个拖拉机，手持的。这刚才进来的木门。嘿，哇，这里面的气氛感觉有点压抑啊。上面有很多的老人的照片，小板凳，这边还有这种样子的木柜吧，里面有好多的碗，还有电饭锅。你这边八仙桌，上面什么奖状？郑明碧同志，你被评为2004年度优秀孝顺女，希望继续保持荣誉，特发此状以之鼓励。那就说明在过去啊，这一户人家他的这个子女是比较孝顺的，所以墙上才会挂上这么多的奖状吧。这里还有一些农作的一些工具，但你看这一面镜子啊，
应该是洗漱镜吧，是不是还蛮独特的？非常的古旧啊。镜子就在中间，那两边呢可以挂毛巾，底下这里可以放香皂、肥皂，在底下就是一格一格的放铁盆的，有一些年代了哦。上面是他们的一些老旧的照片，黑白的。哇哦！你看这里，这个房间应该是一个客厅吧？你看中间有一个朱红色的八仙桌，在后面，感觉好像是供奉的一个什么木板，上面写上了“缝衣在德”。你知道这个“缝衣在德”是什么意思吗？应该是什么功德品行之类的吧？功德品行啊，对，没错。在我看来呢，这个“缝衣在德”呢，应该是表现的某一种理念，也就是那种神明啊所依仗、所信仰的力量。说简单一点呢，就是表现的人的德行、人的修行。你中间写上了“天地国亲师位”，那这应该是供奉的这个佛道教的神位了。底下还有包青天的绘画。但我看这上面啊，这里竟然是镂空的。那在过去还可以从这个2楼啊直接看到楼下，是不是在当年的这设计啊还蛮独特的？这里面放了很多的坛子，泡菜坛，地上很多制作。这边是另外一个上去的阶梯，但是你看上面，这里有很大的一个蝙蝠，小心点哦。这里面感觉像是以前放了一些农作物的地方，感觉像手在这里一样。我们避开它。哇！好，它走，哇！好，它走了。木板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。小心这个木板哦，有点松。日历的时间是1993年，其中志，还有2002年的。是一个木床，还有这种装饰。这有个电视机，这沙发。这边还有什么三国故事，嘿，挺有趣的。好，稍微注意点。哇！很长的一个过道，嘿，有人吗？哇，这窗帘是拉上的，哎，这里面有没有人？看一下，嘿，有人吗？打扰了，看一下。哇，这里面看上去还蛮新的，那床铺就感觉像是才摆的呀，看上去真是蛮新的。你觉得是不是蛮奇怪的？就像有人才睡了觉一样。对，这栋楼啊，非常的破旧了，但是这个床却感觉像是刚刚才有人啊睡过的一样。而这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玻璃的柜子，还蛮有特色的，是这样打开的。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工具，
这里还有一个黄色的柜子，感觉有点像是一个宝箱哎。打开看一下，看里面会不会隐藏着什么？蜘蛛网都特别厚了，全都是一些衣服。沿着窗户，打不开，还有这种老式的柜子。以前我曾经看过这种柜子，不过这个柜子非常奇怪的地方，它竟然是黑色的，里面是棉被，已经非常的破旧了。这里面也是棉被。这房间比较的窄。看这面，小心点，地上还是空的。对，你看这里，这一块木板啊，都已经没了，上面就是一些坛子吧，有点像是一个阁楼，这边还有一些背篓。哇，好多房间！你这里面2张床，也是同样有这种造型的，应该是可以起身的时候或上床的时候可以扶一下。这边也有一些黑色和红色的这种箱子，也是放衣服的吗？哇哦，这里面有很多草纸。以前用过草纸吗？没有。在最早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没有那种纸巾，所以都是那种比较粗糙的草纸，上卫生间的时候用的。这里面也有宝贝吗？是一些帽子。看这一面，有一个很老的穿衣镜吧。这面还有2个箱子，上面那个地方都已经破洞了。这里面的房间特别的多，但是每个房间呢并不大。这里面又是一些木床，不过我感觉这个地板啊都有一些塌陷了。你等我一会儿。好，我确实，你看，在晃动，稍微慢一点。这都是过去的一些海报，上世纪的。语文课本书，上面是一些老电影的海报吧，长春电影制片厂设置，时间是1984年，嚯，真是蛮久的。上面的制作。这里面有些什么？都是一些老海报。这边还蛮大的，错综复杂。是，你这边的箱子造起来的，还有一个老式的缝纫机。我过去看一下吧，你就别过去了。等我一会儿。随处都是这种朱红色的箱子，这里也有一个，再打开看一下。哦，也是一些衣服吧。嘿，有人吗？我进来了哦。哇，这木板啊，感觉特别的不结实了。哇，这又是一些老人的照片，里面是一些木床，
上面那个地方都有一些马蜂窝了。看这边桌子，这边是另外一边下去的阶梯，这应该就通到刚才那个地方了。感觉有点不太结实哎。好，原路返回。走的时候，那个阶梯感觉有一点不太稳，我们还是原路返回。稍微站边边一点。93年的海报。你走前面，有蝙蝠啊你。好，我走前面啊。这蝙蝠确实有一点挺大的。这阶梯是这种石头阶梯，所以走起来相对会比较稳定一些。没有蝙蝠了。但是随处都是一些蜘蛛，特别大。走，这刚才下来的那个阶梯。因为我怕不太结实，所以没从这边走。两边都是可以通到楼上的。走，出去。来，你先走，我来关门。走，过去看一下。怎么样？就这样的一个小土房子，是不是还蛮有趣的？里面挺大的。看上去啊，其实并不是很大，但是里面确实错综复杂，而且很多都是木质的地板。走，碉楼就在这个地方了。